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祥的不可变形玩具金刚分享时间。今天这一款呢，就是大强老师等了很久啊，我等到我从年前扫完光点就等到现在的这一套布鲁可星辰版混天豹可力10块。等了很久了，终于能玩上合体了。众所周知啊，前面的大力神一套都已经涨到他娘的120-130块钱，甚至150块钱一套了，简直是贵的离谱。所以这套混天豹也是未来可期中的未来可期。我没有赶上大力神，但大强老师总归是赶上混天豹的，所以今天咱们是吧，爽拼一下这个。不过还是想说一句，大家玩烂了我才到手里，确实有点慢了。这恰巧证明这东西有多火。我们变形金刚这个 IP 呀，这些年轻的后辈现在玩的是布鲁可，以后是吧？那玩多了不可变形，是不是以后就要加入我们可变形海之宝的究极深渊里了？快！我这里还有一些老物，我操，高价卖不好价卖给你兄弟，都是他妈的绝版货兄弟。没绷住，那咱们就开始吧。角色就没必要介绍了，咱们一个一个来。为了录制这个流畅度达老师已经是提前拼了一下的，所以接下来会录的就是怎么说呢，节奏会快一点吧，至少比我嘴快哈。这里这个零件就袭击的这个零件就直接它这个拖车的甲呢就变成这个枪把了。我们这边呢再拿出这个枪头，就把它往里捅，好，这个枪就变形完成了。我说实话，你这个地方真的挺精妙的，然后精妙到我把它拆了之后，我还在找，我找了这个零件找了半天，我找了大概10来分钟，我怎么刚才拼的时候它还在我桌上，怎么不见了？我操！就突然发现变成枪把了，说是摆脱这个小插曲，咱们继续，在这里有2个凸起对应里边的凹槽不对，掰错了，在这里2个没错，凸起对应凹槽。记住长的这一面朝上，然后我们把这个胸甲凸起凹槽一结合，康一扣，脑袋呢咔往里面一塞，得劲奥利给。然后在这里有一个这个进气格栅，我们把它拔出来之后呢，你跟大强老师这样搞，就把这个零件这样子扣到这个里面就这样扣到这个里面，争取全收纳，然后扣到后背上，正好别住，这个炮管呢正好稍微前倾一点，看着效果还挺好的，有那种一体性的感觉。这一次的混天豹的胸甲做的相当的不还原，但挺帅的，就细节有点过于多了，让我一下子愣住了。我说操，这个鸡巴胸甲它从哪儿扒出来的？我基本上把我脑子里的混天豹的胸甲都翻过一遍了，它也不像G1玩具，就小的时候哥们儿虽然没见过正版的G1混天豹吧，但至少是见过那个超市里卖的15块钱一板的盗版混天豹的那个胸甲，虽说是比动画片里多一些细节，也没长成这样的。那核战的话细节也挺多的，但也不是这个维度。所以有没有董哥说一下他这个胸甲参考的是什么玩意？谁知道布鲁可这个设计师从哪搬出来个这么逆天的这个胸甲？有这个型确实是混天豹的那个型，特征呢也抓住了，就是这个细节确实有点屌，过于多的细节，还有一些神秘的这种。我一语概括有点围城那种风格的，给我的那种感觉。上半身呢，还差一步，把这个两边咔咔2个零件给它往上一扣。那这一次的混天豹是修复了这个膝盖部分的那个松紧度的毛病，后面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然后把裤裆一结合，接下来搞手臂，搞手臂，搞手臂，手臂部分先变这个小炫狗。吉隆坡的天气它是纷纭又富裕，不必麻烦了，陈浩龙阁下。我是陈经理，丽云的开发部长。炫家军们，我劝你们老老实实置身事外，前面忘了，后面忘了。那个零件的想起来了，哥们把这个搞掉了。好 OK， 这里一扣上，不对，怎么感觉哪里有点不太对劲？没有不太对劲。然后我们把这个连接件插上，转一圈，转到侧边，找个拳头。算了，我还是喜欢这个张开手掌的这个造型，这个好看一点。OK， 搞定了。我们把它扣到啪侧边。OK， 手臂搞定了。然后另外一边呢是这里，
好，一下把它拽开，然后这里有点紧啊，就是这么说呢，是组合的时候稍微有那么点紧，大概是这，不对，搞错了，对不起，怎么还有根毛？我操，不是卷的就行，头发还行，然后看看啊，是把这里对住，凸起凹槽做结合。然后从这儿掏出一个插槽，给它往里一捅，这里有点松啊，就这一次的话，这里是有一点松的，要说一下的。然后我们捅到侧边一结合，弄反了。好，召唤出持枪手，他把它一结合，都可以搞定了。嘚儿，这边2条手就搞定了，接下来变腿，2条腿草挠，炮管一合，这玩意儿往下一拽。拿出替换盖板，上下结合，同时呢，再把这个炮台放上去。放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脚拿出来，嘚儿一扣，这个东西呢，直接就顺势扣到后面，然后摁到底。为什么摁到底呢？一方面是做全收纳，一方面是这个炮管摁到底之后，它不影响可动。我是这么想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然后呢，插到侧边。另外一个诈骗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替换件呢，给它往上一扣，脚底板零件，这里这个零件我们把它翻出来。那这一次的话，确实是没什么好的收纳的地方了，所以我个人建议是重新把这里给它翻开。有点紧，翻开完之后把它扣到这个里面。不会扣不进去吧？我记得可以啊。好像有点极限啊，不过问题不大。有点极限就有点极限吧，收纳到了。好，然后这里扣上，这一边呢做一个结合。那 OK 兄弟们，咱们这款布鲁克星辰版的混天豹什么东西掉了？我操！我都第2次录视频了，你总不能还掉吧？我操，全都掉了，没绷住。我受不了了。就每一次拼这种小东西，就都得掉点零件才爽，是吧？哎呦我操！这下又不禁想起自己为什么突然那么喜欢玩成品玩具了。至少不用担心那个成品玩具身上会有什么东西。不对啊，成品玩具也会掉件啊！操了！算了，不找了，不知道崩到哪里去了，白白的跟我的地板颜色还差不多，还真不好找。咱们把目光放回玩具本身，这款星辰版的混天豹呢，修复了膝盖部分过于紧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把玩的松紧度呢刚刚好。那根据我对布鲁克长期以往的了解的话，那以后呢，它只会变得更松，倒不会变得太紧，不会变得更紧了，就看你自己整点什么丙烯3点酯什么调教了。整体的关节松紧度只能说还行，没到那种松的玩不了的程度。唯一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枪上的这些小插口什么的，其实并不能跟就是它身上的这些武器配件去做一个过多的结合，就导致实际玩下来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就是它这些小配件什么的没有全面利用。就比如说很简单一句话，我想把这些配件组到一起，组成一把更大的枪，这是我的个人想法。然而遗憾的是并不行做不到，所以就比较可惜，这是我的个人想法。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因为这货把这个玩意儿，这导弹不行，我操！就是这个配件插到这个下面，确实是太占地方了，而且插多了还影响这个屈膝的这个幅度。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把这个杆杆插到这个上面。至于说这个导弹在哪里，我还真没想过。操，确实是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稍微有点蛋疼，算了。洗衣机的话也有一个配件不太好收纳，那就是这个双管的炮。那这个炮的话，我这边找到的一个还算比较好的收纳方法就是这里嘚儿，是吧？之前给了那么多插脖子上这个零件，我们把它拿下来之后，我们把它拔下来之后，它也可以当做枪的，而且跟这个拳头甚至是完美结合，所以就挺好的，多了一把类似于手炮一样的东西，挺好的。那整体的造型方面就 QQ 的还行。你别说，虽然它看起来 QQ 的，但是这他妈这货四肢比例四肢长度什么的，比他妈我们官方的那个大连老师连姐超级小连，不超级老连，已经是老连了啊！超级老连做的那个屌混天豹看起来
身形比例甚至还正常一点，我操！那还说啥了，兄弟？那还说啥了？只有褒义，没有任何贬低，好吧，兄弟，赢，问就是赢。我甚至都没法拿官方玩具去攻击人家混天豹，就攻击人家布鲁可这个混天豹，你只能来一句你这个不能变形。哎，反正就是这样的，挺好的一个合体金刚的，完全手感也不赖啊，完全手感也不赖，什么阻尼感、细节什么的，还挺像那回事的。主要我没玩过大力神，我不知道大力神的那个细节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他这个裤裆上面搞了这么多复杂啊，胸腹这边这个细节刻画，尤其是他这个胸口很多零件摸起来还跟磨过砂一样的。就经常看大强老师评测玩具的都知道，大强老师对于塑料面磨砂是非常追捧的。就它甚至可以极大的掩盖你这个材质有问题，就是比较脆弱或者怎么着的这个事实，都可以先用磨砂掩盖一部分啊。当然，如果材质真的烂的话，那就断掉的那天它就掩盖不住了啊。那么话归正题啊，还有什么小毛病呢？就没有了，除了这个手臂有点松之外啊，确实没什么别的小毛病。来看一下这个可动吧，一边看可动一边看造型。这个脑袋呢，看起来也还行，有点像那种小的时候玩的地摊的。G1 KO 的那种脑袋，属于是那种偏 Q 的那种效果吧，就还原度是一般般的，旋转没毛病，挺紧的，抬头低头都可以。当时凸出来的那一块，现在终于知道是干嘛了啊！就这里凸出来的那一块，原来是脖子，我真没绷住。脑袋这里正面是有一点涂装的啊，这个红色眼睛就是个塑料件。肩膀部分平抬没问题，但是抬的幅度的话，因为我是把这个零件啊。把那个进气格栅给塞到这个背包里面了，所以它是有点影响平抬的啊。不过还行，抬的幅度够用了啊，够用了。旋转没问题，但是这种关节啊，我还是要说啊，我这个传奇版的几个经常把玩的，就比如说原神就已经比较松了，所以后续的话，个人建议是整点什么丙烯啊或者纸巾什么的，到时候加固。然后这边是吧？刚才说完那个。爆炸的那个胳膊松了，这边也是有一点松了，感觉可以转圈了。曲肘的幅度甚至勉强90度，还差那么一点点。手腕球关节转一转没毛病，手腕都比手肘紧的。腰部腰转没问题，然后这个腰呢也不是卡扣腰，它就只是一个就是稍微紧一点的这种插槽，还行，问题不大。那裙甲可以抬起来，前踢没毛病，后踢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侧踢的幅度也还可以，经典球关节。大腿的平转是只能说这里有一点，剩下的就还是靠膝盖部分结合的部位了。旋转没毛病，屈膝的话是一个双段关节，所以屈膝的幅度挺这要再崩飞我的视频就别录了。哎呀，这个屈膝的幅度呢还挺高的，反正远超90度啊。值得一提的是，他甚至还刻意的给你做了这个膝盖的遮空洞的小零件的，我最早以为是放到这个后面的，后来我仔细研读了一下说明书，发现它是在前面用来遮的啊！你看做的蛮认真的。然后脚部的接地的话，向前是没有了，这个脚板顶住了，向后没问题，左右也没毛病，3个面的接地，哇，致敬孩之宝了，说是也是都有3个面接地，说是反正够用了，玩起来很爽，也是个超级摆件。总而言之就是开心的一逼。就你要知道啊，你老老实实去一套一套的收，或者说是他这一套出大货的时候，你一个一个去买，那这星辰版的哥几个一盒也就5块钱，兄弟，一盒也就5块钱，5盒混天豹5盒25块，再加一套配件包的运费，这配件包也不用额外花钱，就掏个运费就行了。划下来不到40块钱，你就能搞一套这种小合体金刚，还有拼装的乐趣，还能自己把它拆成载具自己玩，还能合体，那还说啥了，兄弟，给你了。所以这一期视频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现在去收这一套混天豹的。妈，有点感冒，稍等一下啊，打个喷嚏，兄弟们，暂停一下视频。哎呀，我操，就还是非常推荐看视频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跑去单独去收分体，就一盒一盒的收。我估计啊，因为它是2套嘛，它是2弹，一弹的话是袭击那一套，然后是这个旋风爆炸这一套，2套收下来可能也就算上运费，也就是32-33块钱不到，你就能搞5个了。然后你再花8块钱，扫完光点花8块钱排个队搞一套这个配件包，一套40块钱，兄弟，真是不开玩笑，40块钱给你了。
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那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